奥德利夫人的秘密。玛丽伊丽莎白·布雷登。第13章。菲比的请求。奥德利夫人和她的妓女之间的隔阂，在奥德利庄园度过愉快的圣诞假期后的2个月里，丝毫没有减少。2个女人之间没有公开的争吵，而是一种坚不可摧的冷淡，只是偶尔会被一些因性格差异引发的短暂口角，或迅速平息的言语风波所打破。很遗憾地说，艾莉西亚宁愿来一场真正的激烈争吵，也不愿忍受这种冰冷而沉默的疏远。但事实是，和奥德利夫人吵架并不容易。她总是用温柔的回答来化解愤怒。如果她的妓女生气，她会甜甜地一笑，然后开心地取笑这个女孩的坏脾气。如果她能不那么和蔼可亲，并且像艾莉西亚一样乐于争吵，也许他们会激烈地吵一架，然后发泄出来，之后他们的关系或许会更亲密友好。但是露西·奥德利不愿意宣战，她坚忍地忍受着对艾莉西亚的反感，只在认为合适的时候才表露出来，直到他们之间的鸿沟变得完全无法逾越。没有公开的战争，就不可能有和解。要签订和平条约，让敌人热情地互相问候，首先必须有一场战斗，一场血腥激烈的战斗。旌旗招展，炮声隆隆。也许法国和英国之间的联盟，正是过去征服和失败的结果。我们互相憎恨，互相摧残。正如人们常说的，我们已经把事情摆平了，现在我们可以奢侈地拥抱，并互相发誓永恒的友谊和兄弟情谊。希望当北方各州消灭了敌人并被敌人消灭后，那个自吹自擂的乔纳森会投入他南方兄弟的怀抱，互相原谅。艾莉西亚·奥德利和他父亲美丽的妻子，在古老宽敞的宅邸里有足够的空间来表达他们彼此的反感。奥德利夫人有她自己的房间，那是一套豪华的套房，里面布置了所有可以想象到的舒适设施。艾莉西亚的房间在房子的另一边。奥德利小姐有她最喜欢的母马，她的纽芬兰犬，她的绘画材料，并且看起来很开心。但她并不开心，因为在奥德利庄园压抑的气氛中，她几乎不可能感到舒心。她的父亲变了，她亲爱的父亲，他曾凭借一个被宠坏孩子无限的权力统治着他，已经接受了屈从于一个新的王朝。奥德利夫人渐渐地增加了她在房子里的权力和影响力。艾莉西亚察觉到她的父亲越来越靠近那个隔开奥德利夫人和她妓女的鸿沟，直到最后，她跨了过去，从那里冷冷地看着她唯一的女儿。艾莉西亚觉得她失去了她。奥德利夫人灿烂的笑容、迷人的话语、耀眼的目光和迷人的举止，已经成功地迷惑了迈克尔爵士。他开始认为他的女儿是一个固执任性的女孩，对他所爱的女孩，对他所爱的女人毫不体。可怜的艾莉西亚清楚地意识到她父亲的变化有多大，并且尽可能地承受着这个重担。很难相信一个拥有灰眼睛、养着狗和马，并且有大批仆人伺候的美丽女继承人，会感到如此孤独，以至于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心事的人。如果鲍勃能起点作用，我就告诉他我有多不开心。奥德利小姐想，但是考虑到他安慰不了我，我跟他说我的烦恼，还不如跟凯撒说呢。迈克尔·奥德利爵士听从了他美丽护士的劝告，在那个不愉快的夜晚9点刚过就上床睡觉了。也许从男爵的卧室是一个病人在这样一个寒冷阴沉的日子里会选择的避难所。深绿色的天鹅绒窗帘拉上了，壁炉里噼啪作响的炉火映出一片红光。迈克尔爵士枕边一张漂亮小桌上的阅读灯亮着。奥德利夫人为病人准备了许多杂志和报纸。奥德利夫人在壁炉旁坐了大约10分钟，严肃地谈论着那个奇怪
而不愉快的话题。罗伯特·奥德利的疯病，但10分钟过后，他站起身，向他道了晚安。他放下绿色的丝绸灯罩，调整好灯光，以免打扰到从男爵。我得让你一个人带着，亲爱的，他说。如果你能睡觉，那就更好了。如果你想看书，书和报纸都在手边。我会把房间的门都开着，如果你叫我，我就能听到。奥德利夫人穿过更衣室，来到梳妆室。晚饭后，她一直和丈夫坐在这里。女性雅致品味的各种特征都体现在这个优雅的房间里。奥德利夫人的钢琴开着，上面堆满了乐谱和装帧精美的歌剧选段和幻想曲集，这些都是任何大师都不会轻视的。窗边的画架上放着一幅奥德利庄园的水彩画草图，显示出奥德利夫人的艺术天赋。这个豪华的房间里，到处都是精致的蕾丝和薄纱刺绣，彩虹般色彩的丝绸和染色精美的羊毛。镜子被室内装潢师巧妙地布置在各个角落和相对的角度，使奥德利夫人的形象成倍增加。而这个形象正是这个豪华房间里最美丽的物品。露西·奥德利坐在壁炉旁沉思，周围充满了灯光、色彩、财富和美丽。如果霍尔曼·亨特先生能看到这个豪华梳妆室的内部，我想他一定会记住每一个细节，然后在画布上重现它们，为拉斐尔前派兄弟会增添光彩。奥德利夫人半躺着，胳膊肘支在一条腿上，美丽的下巴枕在手上。华丽的衣料从她优美的身形轮廓上垂落下来，形成长长的、起伏的线条。炉火熊熊的红光把她笼罩在一片柔和的薄雾之中，使她那金色的卷发更加明亮。奥德利夫人本身就很美，但她美丽圣殿中周围那些奢华的元素，使她的美丽甚至令人不安。本为努托切利尼雕刻的金银杯盏，镶嵌细工和瓷器制成的珍品柜，上面有奥地利的玛丽安托瓦内特的印章，上面画着玫瑰花蕾和象征永恒爱情的图案，鸟儿和蝴蝶，丘比特和牧羊女，女神、朝臣、农夫和挤奶女工，帕罗斯大理石和素瓷小雕像，镀金篮子里装着温室里的花朵，奇妙的印度金银丝细工小匣子，精致的土耳其蓝瓷茶杯，上面装饰着太阳王和路易14、路易斯·德拉瓦利埃和让娜·玛丽·杜巴里的小型肖像，珍品柜和镀金镜子的影像，闪亮的绸缎和轻薄的蕾丝，所有金钱能买到的或艺术能创造出来的东西，都用来装饰这个宁静的房间。奥德利夫人坐在这里，听着3月寒风的呜咽声和常春藤叶子拍打窗户的声音，凝视着燃烧煤块的红色深渊。如果我借此机会抨击艺术和美，那将是一个过于陈腐的说教，而且我会冗长乏味地阐述一个众所周知的道理，因为奥德利夫人在这个豪华的房间里，比大多数女裁缝在她那令人沮丧的阁楼里更难过。困扰她的悲伤源于一个如此深的伤口，以至于财富和奢侈无法给她任何安慰。但她的悲伤并非寻常，所以我认为不宜以她的不幸为例来说明贫困。本为努托切利尼的雕塑和塞夫勒的瓷器并没有让她快乐，因为他们不在她的能力范围之内。奥德利夫人已经不再天真，我们从艺术品和美中感受到的那种天真的快乐，对她来说已经遥不可及了。6、7年前，如果这个阿拉丁的宫殿是她的，她会感到幸福。但奥德利夫人已经离开了那些以追求快乐为目的的生物的圈子，进入了一个充满内疚和背叛、恐惧和罪恶的荒凉迷宫。所有为取悦他而布置的奇迹，只会给他带来一种快乐，
把他们扔到地上，踩在脚下，并在绝望中摧毁他们的快乐。有些事情会给他带来无与伦比的快乐，一种可怕的喜悦。如果罗伯特·奥德利，他无情的敌人，他冷酷的迫害者，死在隔壁的房间里，奥德利夫人会非常高兴。卢克雷奇亚·博尔吉亚和凯瑟琳·德美蒂奇在跨越了隔开纯真与罪恶的可怕边界，发现自己独自站在另一边之后，还能有什么乐趣呢？他们唯一剩下的乐趣，就是肆无忌惮的复仇和背叛。他们一定带着多么心酸的轻蔑，看待那些普通罪犯轻浮的虚荣、卑鄙的欺骗和可笑的罪过啊！也许他们为自己无限的邪恶，为那使他们成为有史以来最坏罪人的地狱般的神性而感到无比自豪。米莱迪坐在壁炉旁沉思，他那双大大的浅蓝色的眼睛凝视着燃烧煤块深不可测的深渊。他可以想到许多与他所处的这场可怕而沉默的斗争无关的事情。他可以想到他童年的纯真，以及那个时期生活中特有的愚蠢和自私，或者那些几乎没有让他感到内疚的琐碎女性罪过。也许在那个回顾性的梦境中，他会记得他第一次在镜子里看到自己，并意识到自己很美的那一刻。那个不幸的时刻，他认为自己的美丽是一种神圣的礼物，一种无限的财富。它将掩盖青春期所有的缺陷，成为弥补年轻时所有罪过的砝码。他是否记得，正是这种迷人的美丽天赋教会了他自私和残忍，对别人的喜怒哀乐漠不关心，冷酷任性，渴望被人钦佩，专横跋扈，带着那种女性特有的卑鄙专制，那是所有专制中最坏的一种。他是否能够追溯他每一个罪过的真正根源？他是否意识到，那个有毒的源头就源于他对自己那张美丽脸庞的过分重视？毫无疑问，如果他的思绪回溯到那么久远，他一定会带着心酸和绝望悔恨那个他生命中的激情开始征服他的第一天，以及那3个恶魔：虚荣、自私和野心。握手言和，并说：“这个女人是我们的奴隶，让我们看看，在我们的影响下，她会变成什么样。”当他在壁炉旁回忆起那些年轻时的最初错误时，他们显得多么微不足道啊！多么微不足道的虚荣，多么琐碎的残忍！战胜一个同学，与朋友的情人调情，维护他那双蓝眼睛和闪亮金发的所谓神圣天赋。但是，那条狭窄的小路是多么迅速地拓宽，成了通往罪恶的宽阔大道啊！双脚是多么迅速地习惯了新的道路啊！米莱迪把手指插进松散的卷发里，用力拉扯，仿佛要把它们从头上扯下来。但即使在那沉默绝望的时刻，美丽那不可动摇的至高无上证明了她的力量。奥德利夫人松开了那些纠缠不清的闪亮卷发，它们在房间昏暗的光线下，在她头周围形成了一个光环。我年轻的时候并不坏，她悲伤地看着火想，我只是不太懂事，我没有伤害过任何人，至少不是故意的。我真的坏吗？他沉思道，我做过的最坏的事情，都是一时冲动的结果。我从来没有预先计划过。我不像我读过的书里的那些女人，她们会花无数个夜晚仔细策划每一个犯罪细节。我想知道，那些女人是否痛苦？那些女人是否像我一样痛苦？他的思绪开始陷入一片混乱的迷宫。突然，他带着挑战的姿态站了起来，眼睛里闪烁着并非来自炉火的光芒。你疯了，罗伯特·奥德利，他说，你疯了，你的想法是疯子的想法。我知道什么是疯病，我知道它的表现形式。我再说一遍，你疯了。他把手放在头上，仿佛在想一些让他困惑和不安。
难以平静思考的事情。我应该阻止他吗？他低声说，我应该吗？我应该这样做吗？他已经走到这一步了，还会停下来吗？他会因为害怕我而停下来吗？他连他叔叔难以言喻的痛苦都不放在心上，会因为害怕我而停下来吗？有什么可以阻止他，除了死？他用几乎听不见的耳语说出最后2个字，然后低下头，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唇在说出死这个字后仍然微微张开。他坐着，毫无表情地看着火。我没有能力策划如此可怕的事情，他低声说，我的头脑不够强大，或者我不够坏，或者不够勇敢。如果我在那个孤寂的花园里遇到罗伯特·奥德利，就像……一阵谨慎的敲门声打断了他的思绪。奥德利夫人猛地站起来，被这声音吓了一跳。她站起来，倒在壁炉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她把美丽的头靠在柔软的垫子上，拿起桌子上的一本书。这个动作虽然微不足道，却说明了一切。它清楚地表明了那些反复出现的恐惧，那种不得不隐藏事情的可怕必要性。一个内心痛苦却外表平静的人。这个动作比任何其他事情都更清楚地表明了米莱迪已经变成了一个多么完美的演员。门上又轻轻地敲了几下。请进，奥德利夫人用欢快的语气说。门悄无声息地打开了，那是一种受过良好教育的女仆特有的恭敬的安静。一个衣着朴素的年轻女子，仿佛在衣服的褶皱里带来了3月凛冽的寒风，跨过门槛，停在门口，等待着奥德利夫人允许她再走近一些。她是菲比·马克斯，斯坦宁山客栈老板苍白的妻子。对不起，打扰您了，夫人，她说，但我觉得最好还是不经通报就进来。是的，是的，菲比，没关系。你的脸色很不好，把头巾摘下来，坐在这里。奥德利夫人指着她几分钟前坐过的奥斯曼软凳。以前，当他是他的主要伴侣和知己时，侍女常常坐在那里听他说话。坐在这里，菲比，奥德利夫人重复说，坐下来告诉我。我很高兴你来了。我在这间沉闷的房间里感到非常孤独。米莱迪打了个寒噤，打量着这个豪华的房间，仿佛瓷器、青铜器、镶嵌细工和仿金合金都是一座破败城堡里破旧的装饰品。他思绪中令人沮丧的悲伤已经蔓延到他周围的物体上，每一个外部元素都染上了他内心疲惫、秘密痛苦的色彩。奥德利夫人说，她很高兴见到菲比，这是实话。她轻浮的性格在她极度恐惧和痛苦的时刻，紧紧抓住这个脆弱的避难所。奥德利夫人和菲比之间存在着某种亲和力，菲比在内外2方面都和她很像。自私、冷酷、残忍、贪婪，喜欢奢华和优雅，对自己的命运不满，厌倦了自己的不独立。米莱迪因为艾莉西亚诚实、热情、无私和好斗的性格而讨厌她。他讨厌他的妓女，却依恋这个苍白的女孩。他认为这个女孩既不比他差，也不比他好。菲比·马克斯听从了女主人的分销，在坐在奥斯曼软凳上之前摘下了头巾。奥斯曼软凳在奥德利夫人的脚边，风吹乱了她纤细浅淡的头发。朴素的暗色连衣裙和亚麻领子整洁优雅的外观，给人一种她刚刚打扮过的印象。希望迈克尔·奥德利爵士身体好些了，夫人，他说。是的，菲比，他好多了。他在睡觉。你可以把门关上，奥德利夫人说，然后指着敞开的连通2个房间的门。
马克思夫人照做了，然后又坐在奥斯曼软凳上。我很不开心。菲比非常不开心。奥德利夫人带着明显的忧虑说：“我觉得很不幸，很难过。”因为那个秘密吗？马克思夫人小声问。米莱迪没有听到这个问题，继续用同样可怜的语气说话。仅仅是能和他的侍女倾诉，就让他感到高兴。他已经沉默了那么久，能大声抱怨让他感到一种难以言喻的轻松。有一个男人在追我，在围攻我，菲比·马克思，他说，一个我从未伤害过，也从未想过要伤害他的人，在折磨我，骚扰我，我注定要被他无情地追捕，而且……奥德利夫人停了下来，又像独自一人时那样看着火。她再次迷失在那些黑暗复杂的思绪中，那些思绪来回游荡，陷入可怕的混乱和可怕的困惑之中。她似乎无法得出任何结论。菲比·马克思脸色苍白，担忧地看着米莱迪的脸，但当他的目光与奥德利夫人的目光相遇时，他稍微平静了一些。我想我知道您说的是什么，夫人。旅馆老板的妻子停顿片刻后说，我想我知道是谁对您如此残忍。哦，当然，奥德利夫人带着苦涩的语气回答，每个人都知道我的秘密，我毫不怀疑你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一位先生，对吗，夫人？是的，是一位大约2个月前来到城堡客栈的先生。当时我警告过您。是的，是的，米莱迪不耐烦地回答。我确定，今晚那位先生就在我们的旅馆里，夫人。奥德利夫人站了起来，仿佛在绝望中准备做些疯狂的事情，但她又带着一声沉重而疲惫的叹息，跌回椅子上。如此软弱的生物，能用什么武器来对抗他的命运呢？除了像一只被追赶的兔子一样逃窜，回到起点，让他的追捕者踩在脚下，他还能做什么呢？在旅馆，奥黛丽夫人尖叫道：“我应该想到，他去那里是为了让你的丈夫告诉我你的秘密，笨蛋！”他突然转向菲比，脸上因愤怒而扭曲，喊道：“你难道不知道让这2个男人单独在一起，可能会让我完蛋吗？”马克思夫人抓住了他的手。我不是自愿来的，夫人，他说，我可以向您保证，我不想让他们单独在旅馆里。他们派我来的。谁派你来的？卢克，夫人。您不知道，如果我不听他的话，他会对我多么严厉。他为什么派你来？旅馆老板的妻子看到奥德利夫人愤怒的目光，低下头，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是这样的，夫人。”他咕哝道：“我不想来。我告诉卢克，我们不应该再打扰您了。没有1个月我们不向您要钱。但是他开始大声说话，然后强迫我来。”是的，奥德利夫人不耐烦地说，我知道，但是我想知道，他为什么让你来这里？为什么？您知道卢克是什么样的人？菲比不情愿地回答，他很浪费，我说什么他都不听，他不清醒，当他和一群乡下人一起喝酒的时候，他通常比他们喝的都多，他的头脑就不太清楚，不能解释清楚。如果不是我们早就破产了。即使我尽力了，也没有用。您还记得他给我钱去付啤酒商的账单吗，夫人？是的，我记得很清楚。奥德利夫人带着苦涩的微笑回答，因为我需要那些钱去付我自己的账单。我知道，夫人，而且我相信，在您以前给了我们那么多东西之后，我不好意思再向您要钱。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当卢克派我来向您要那个恩惠的时候，他没有告诉我，我们还欠着圣诞节的房租，而且我们还欠着。今晚来了一个法警，明天我们要卖掉我们的东西，除非你们付房租。我想，奥德利夫人猜测道，我应该想到。是的，夫人，我永远不会向您提出这个要求。菲比·马克思抽泣着说，但是卢克强迫我来。是的，最细。奥德利夫人带着苦涩的语气回答，他强迫你来。每次他想满足他世俗的恶习时，他都会这样做。只要我还活着，或者我还有钱，你们就会靠我生活。因为我想当我的钱包空了，我的信用也没了的时候，你和你丈夫就会把我卖给出价最高的人。你知道我已经把一半的珠宝都卖了吗？为了满足你们的要求。你知道我自己的钱在我结婚的时候，或者当我在道森先生家当可怜的家庭女教师的时候，我觉得那是一大笔钱。上帝可怜我。你知道那笔钱已经少了一半。为了满足你们的需求吗？我该做什么才能平息你们的贪婪？难道我要卖掉玛丽·安托瓦内特的珍品柜、蓬帕杜尔的瓷器、本森和勒罗伊的仿金合金钟表，或者哥白林风格的椅子和奥斯曼软凳吗？下次我要做什么才能满足你们？哦，夫人，菲比可怜地说，不要对我这么残忍。您知道我不是那个想滥用您慷慨的人。我只知道，奥德利夫人喊道，我是最不幸的女人。让我想想，她喊道，用一种威严的姿势制止了菲比的咕哝。别再说话了，孩子，让我来处理这件事。她把手放在额头上，紧紧地握着手指，仿佛这样就能控制住她大脑的冲动。罗伯特·奥德利现在和你的丈夫在一起，他慢慢地说，仿佛在自言自语。这两个男人在一起。房子里还有一个法警。我确信你的丈夫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这会让他变得固执和凶狠。如果我拒绝给钱，他的凶狠会超出想象。这件事不值得花时间去想。我必须给你钱。如果您这样做，夫人，菲比严肃地说，我希望这能让卢克明白，这是他最后一次在住在那所房子里的时候向您要钱了。为什么？奥德利夫人问道，同时放下手，带着探究的目光看着马克思夫人。因为我希望他离开城堡客栈。但是你为什么希望他离开？哦，有很多原因，夫人，菲比回答。他不适合当旅馆老板。我们结婚的时候我不知道，否则我会反对他开这家店，然后我会想办法让他去种田。倒不是说我相信那样他就会改变，因为您知道他有多固执，他不适合这份工作。天一黑，他就开始喝酒，喝醉了就控制不住自己，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们已经发生了2-3次严重的事情了。2-3次严重的事情，奥德利夫人重复说，你是什么意思？我们差点因为他的疏忽，在床上被烧死。因为他的疏忽而被烧死？怎么发生的？奥德利夫人懒洋洋地问道。他太自私了，太专注于自己的事情，以至于对他以前侍女可能遇到的危险不感兴趣。您知道城堡客栈是一个很奇怪的地方，木头都烂掉了，横梁也腐朽了，诸如此类。切尔姆斯福德的保险公司不想为他保险。他们说，如果在一个刮风的夜晚着火了，它会像火绒一样燃烧起来，没有人能扑灭大火。卢克知道这一点，而且房东，他就住在附近，也无数次提醒过他。
并且一直盯着我丈夫。但是卢克喝醉了，就控制不住自己的行为。大约1周前，他在旁边的一栋房子里留下了一支点燃的蜡烛，火焰烧到了倾斜屋顶的一根横梁上。如果我没有在房子旁边走过时看到，我们可能就被烧死了。这是我们在这所房子里住了6个月以来发生的第3次这样的事情。您不知道我有多害怕，夫人。奥德利夫人根本没有听马克思夫人的话，她几乎没有听清事件的细节。她为什么要担心这个出身卑微的女人的事情呢？她难道没有自己的困难，没有自己的形而上学的复杂问题来让她的大脑一直忙碌吗？奥德利夫人没有对可怜的菲比刚才告诉她的事情发表任何评论，直到她说完话，她才完全理解她告诉她的事情。这时，这些话才具有了全部的意义，就像在听到一些没有注意到的句子2-3分钟后发生的那样。在床上被烧死，奥德利夫人终于说：“如果你的丈夫那个了不起的人被烧死，我会很高兴。”就在那一刻，她脑海里浮现出一个清晰的画面，一个画面。在那画面里，那座脆弱的木屋城堡客栈变成了一堆板条和灰泥，同时从她黑色的嘴里喷出火焰，向寒冷的夜空喷射出火花。奥德利夫人疲惫地叹了口气，把这个可怕的景象从脑海中赶走。然而，即使这个敌人永远沉默了，他的处境也不会好转，因为他还有一个更危险的敌人，一个即使他像皇后一样富有，也无法贿赂或收买的敌人。我会给你钱，让那个法警离开。奥德利夫人在停顿片刻后说：“我会给你我所有的钱，但这对我有什么用呢？你和我一样清楚，我不能拒绝你。”奥德利夫人站了起来，拿起放在写字台上的点燃的灯。钱在更衣室里，她解释说：“我去拿。”哦，夫人！菲比突然喊道：“我忘记了一件事，我太担心我告诉您的事情了，所以我完全忘记了。”什么事？一封给您的信，在我离开之前给我的。什么信？奥德利先生的一封信。他听到我的丈夫说我要来看您，然后让我把这封信交给您。奥德利夫人把灯放在他旁边的桌子上，然后伸出手去拿信。菲比·马克思不可能没有注意到，他那只镶满珠宝的手像一片叶子一样颤抖着。给我，给我！奥德利夫人喊道。让我看看他还要说什么。奥德利夫人急切地从他手中抢过信，她撕开信封，由于紧张，几乎无法展开信纸。信很短，内容如下：如果乔治·托尔伯伊斯的夫人真的没有像报纸报道的那样去世，或者像文特诺墓地的墓碑所证明的那样去世，而且如果她就是下面签名人怀疑和指控的那位夫人，那么找到一个愿意认出她的人，并非不可能。毫无疑问，怀尔德恩西北小屋的房东巴坎布夫人会同意解开这个谜团，无论是为了澄清一个骗局，还是为了证实一个怀疑。罗伯特·奥德利，1859年3月3日，斯坦宁山城堡客栈。奥德利夫人用力把信揉成一团，然后扔进火里。如果罗伯特·奥德利现在在这里，我就杀了他。他低声说：“我会的，我发誓我会的。”他拿起灯，走向隔壁的房间。他关上门，他不想让任何人看到他那可怕的绝望。他无法忍受任何事情，既无法忍受他自己，也无法忍受他周围的一切。